点上印上10块钱一了，同学们啊，你们应该健康的活着。7月5号傍晚到了北京，警察办完交接手续。北京市公安局1处，就是叫政治保卫处的4个警察，把我押上一辆切诺基。4个人沉着脸，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他们说：“你们把我往哪儿送？”其中有一个人回了一句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车开到远郊，往东突然一拐，开上一条乡间的土路，越走越偏僻。我心里咯噔一下，别是把我给悄悄毙了吧？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大门前边，迎面是一个大鱼缸，养着荷花，然后旁边是一排平房。车开到楼前，警察把我领进一个房间，里面是2张席梦思床，带着卫生间，有浴缸，房间里有电扇，但是没有空调。直到这时候，警察才和我说话，问我饿不饿，让我先泡个热水澡，说马上就开饭。我泡在浴缸里直发懵，不知道共产党在玩什么花样。洗完澡开饭，很丰盛。吃完饭就开审，一直审了我一整夜。我跟他们说，我干的都是大有利于人民的事儿，所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必须隐瞒的，比方说就是我那2个军队里的哥们儿，一个王东，一个王苏波。他们说那就好，审了几天，我自己的事儿说的差不多了，就让我说别人的事儿，我当即拒绝。我说别人的事儿你们去问他们自己，我不能瞎说。僵持了几天，他们说既然这样，那就挪地方，就把我送到了前面说的那个顺义看守所。我上面说了，那鬼地方是我所见过的看守所里最肮脏的，10几平米，关了将近20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拉肚子，不停地轮番在屋角那个小便池里拉稀，还经常停水。每个人都在糊火柴盒或者是药盒吧，这样中午可以加餐。最可恶的是呢，我当时有严重的胃溃疡，他们把我随身带的药给没收了，不给我吃药。关了3天，我估计1处很快就会来人，看我服不服。我想了半天，心想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老周自有妙计。果然第4天上午，1处的2位审我的警察来了，笑哈哈地问说：“老周啊，你怎么样啊？还好吧？”我心说好个屁，脸上也笑哈哈地说：“你们这叫胡萝卜加大棒啊，恩威并施。好吧，你们也别费事了，给我支笔，我给你们写就是了。”他们大喜，以为是我真的草级了。落到警察手里，最难办的就是必须随时判断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完全不说是不可能的。按照直到不久之前的中国法律，这样的话，一个人可能被警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关上一辈子，还加上各种各样的折磨。显然这不是个办法，但是你一旦说了，就可能把秘密越漏越多。这个分寸非常不好把握，加上警察都说过专门训练，很会找漏洞，而且不断地误导你做出错误判断，而且不给你时间充分考虑。用笔写就有了2大好处：第一呢，有充分的时间仔细考虑；第二，可以多多的写对自己有利的情况，因为警察的讯问笔录都是专门记录对你不利的事儿。这就是我老周的应对之道。对不起了，警察朋友们，尽管你们待我不薄，
但我们毕竟是对立面。后来这个关了我将近11个月，把我释放之后，有一次因为这些一处的当时的处长啊，他的副处长啊，还有他们几个部下，经常会时不时请我来吃饭。有一次他们请我，他们那个处长叫高伟，老高，他有一个副处长叫李晨。有一次请我吃饭的时候，李晨跟我说我们内部对你有3点评价，说说看，你看对不对？他们说，第一，你这个人聪明绝顶；第二，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第三，说你是一条汉子。还有一处的一个帅哥啊，高个子的帅哥，也是警校毕业的，负责我这个案子。姓陆，我们都叫他小陆。有一次在我们家，我去上厕所的时候，他跟我太太说这个你们老周刚落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我们最不看好的就是他。一个文弱书生，戴个大眼镜，我们心想还不是3审2审他就全招了，真没想到还就是他最硬气。他说落到我们手里那些知识分子，哎呀，那些洋相就别提了啊！说这个你们老周真是让我们大跌眼镜啊！实事求是的说，我遇到的这些警察确实是和其他的警察很不一样，算得上是，应该说吧，是整个中国公安系统当中最优秀的一部分。很文明，当然是相对而言了，很文明，很有水平，还很有人情味儿。用他们一位处长高伟的话说，你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政府应当主要着眼于教育和挽救。这些话放在当时那种红色恐怖的时期，就算是非常安慰人了。可就是这么一批改革意识超前的人，后来我说的是这些警察，包括这个老高，后来在他们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被安上代表了公安系统一条右倾投降路线的大帽子给清洗出局了，把老高给搞倒，自己爬上去的那个竞争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贪官张悦。他和我们打交道的时候名字叫张世超。还有个别警察更让我是大大的吃惊。有一次负责看管我的警察悄悄地问我有没有信要寄出去，他可以帮我忙。这个警察姓王，我不能说他的名字，我担心是个圈套，不敢贸然尝试，反复想了一天。后来我凭直觉觉得不像是圈套，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四通的部下，托他们把消息转告我家里。因为我担心我家地址已经被监控了，我倒是无所谓，但是呢，对那位警察很不利。这位可敬的警察居然冒了天大的风险帮我给寄到了，反倒是收信人不敢去转告。后来我和这位警察熟悉了，我问他，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就不怕我举报你吗？那你可就大祸临头了。他说他敬佩我，相信我不会，知道我够仗义。这就叫人心所向吧。总会有那么一天，我要好好的报答这位警察朋友，现在还做不到，因为会给他添很大的麻烦。还有一位女军医偷偷把他家的地址电话告诉我，让我出去以后和他联系。老高后来告诉我，就是这位处长高伟。
学潮期间，要不是他拼命按着，他手下的警察全都上街去声援学生。也许这就是后来邓小平不敢信任警察，要派正规军进北京镇压的原因之一。根据关我的房门背后有一张纸，就是火警逃生图之类的。我才知道这地方叫做潮白河管理处。后来还听说赵子阳有时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中午就到那儿去休息。现在，让我们通过刘晓波在这场学潮前后以及动乱和暴乱中的所作所为，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中，伸向首都学潮并极力煽动动乱的。历史是不以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7月中旬，我看到新闻里那些对刘晓波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我担心他可能会被枪毙。另一方面，我也认为共产党根本不会垮台，而且共产党垮台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是不是好事儿，实在不好说。我套用雷蒙·阿隆有一句名言：一个人30岁之前如果不是左派，不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叫做没心肝；30岁以后如果还是左派，还信马克思主义，那就是没头脑。我可以这么说，面对6·4屠杀这样的非正义，如果不愤怒，可以说是没心肝；如果无止境的只有愤怒和仇恨，可以说是没头脑。所以呢，我就写了就算一封信吧，提议由我们4个人出面作证，说明天安门广场清场的真相。交换条件是免于我们4个人，特别是刘晓波的刑事处分。当时看我的那位姓王的警察说：“你这简直是……”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哪有说被关着的犯人跟共产党来搞交易的？没想到这个提议居然被上边接受了。而且刘晓波后来告诉我，他放他之前，他的预审员给他交了底，说凡是在广场清场过程中立了功的，一律不判刑。我们4个人出来作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打死人，我们的原话是：我们没有看见打死一个人。这种做法毫不意外地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至今还波澜涌动。在什么地方打死人，在什么时间打死人，这个根本无关宏旨。对，这根本没有。重要的是人死。我们说没有，我们说在这个局部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广场的这个隔离栅栏之内，就这个方块之内在4点钟就是开始清场，一直到清场完毕，这过程当中我们没有看见打死人，这是我们完整的，我们的当时我们看见的千真万确的情况。因为当时跑出去很多人就说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呀，等等等等，这些吧，反正说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不着边际的话。而在那种情况下呢，北京确实开枪了，而全世界呢当时都在相信是血染天安门了，血染北京城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建说出来这种情况下，特别是他从澳大利亚使馆出来接受采访，别人肯定认为说好像是德建跟政府之间有什么交易可做。外边对他的那些误解，那些我觉得都很没有道理。我总觉得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就对人太缺少宽容。确实对改善我的处境确实起了作用，因为在我的那个判决书上，最后就是释放我的理由，免于刑事处分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我在天安门广场当时跟他们组织学生撤离有重大利益表现。不用去开追悼会，我的意思是，
不用过多的去追究那些好坏功过是非，不需要。到了7月30号，这一整天，天色都阴沉的可怕，大白天就像黑夜一样。到了下午，疾风暴雨，电闪雷鸣，炸雷就好像在头顶上爆裂，震耳欲聋。晚饭以后，警察进来，吩咐说收拾东西转移。然后他们在对讲机里不断地传来瘆人的命令：某号车检查武器，某号车准备。就在这个瓢泼大雨当中，我们被押上了警车，一人一辆，互相不能见面。照例是4个警察把我们夹在当中。据说有一个人当场被吓瘫了，跪地向警察求饶。不少人都以为要把我们拉出去枪决。好几年之后，我才听说这地方关的基本都是知识分子，被关的时间长短不一，不断的有人进来，又不断的有人出去。有人被关了也就是1天或者1晚上。像我这样关了将近1年的是极少数。有一些曾经关在这里的人放出去之后，然后就把消息吐露出去了，于是就有还被关在这里的人的家属跑来要人，所以警方才不得不转移了。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故意利用这种气氛恐吓我们。当天把我们转移到昌平县城的昌平保险公司招待所，北侧一个4层的配楼，被警方全部占用，还是双人的标准间，1人1间，然后1个警察24小时陪住看守，有卫生间、地毯，还有窗式空调，不过空调质量很差，开起来轰轰的响。吃饭和警察完全一样，招待所有餐厅，他们先吃，然后给我们端上来，在房间里吃。每一层关4个人，我的西边是包遵信，后来给送到秦城去了。东边是李鸿林，李鸿林的东边就是曹思源。我这一层的3个人加上3层关的杨百奎，就是这地方最后被释放的4个知识分子。到后来允许看电视、看报纸了，但是内容简直是令人作呕，好像回到了文革时代。尤其是那些什么歌星啊、明星啊，极尽阿谀奉迎之事，简直是丑态毕露。柴玲还说什么流血才能唤起民众，我没看到唤起了谁。直到我被放了若干年之后，还是只有我和高鑫、侯德健、刘晓波，再加上还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在坚持发出抗议的声音。我并不是说要求大家都这么做，多元社会每个人都有自行选择的自由。我也知道好多朋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有益的工作，我只是说最低限度，在那种极端不正义的黑暗时期，你不可以去和非正义主动的合作，和他们同流合污，替他们粉饰太平，欺骗民众。再放低一点标准，最低限度，你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至少应当在内心深处保留一份羞愧，一点自责。再放低一点，最低限度，至少你不能颠倒是非黑白，把自己那一套鼠辈的行径合理化甚至神圣化，反过来把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操践踏在脚下，大肆嘲弄。这么做你还算是个人吗？你怎么面对自己的后代儿孙？
难道你就用那么一套无耻的下贱言行去教育你自己的后代吗？一个没有了灵魂的民族对人类究竟有什么益处？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生，甚至是中国民主发源地的北大学生，公然毫无愧色地自称我们现在都不关心政治，实在是可怜。我想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政治？一种政治是以政治为业，当政治家。我并没有说要你们非干这一行不可。另一种政治叫关心国家大事，尽你的公民义务。你们要是连这种政治都不关心，那你就不是现代社会的公民，而是专制政体下边的臣民，甚至连臣民都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社会的知识分子都知道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们怎么能跟他们比呢？你们不是愧对自己的祖先吗？实际上你们不过就是奴才而已。中国的精英居然已经堕落到了这步田地，简直是旷古奇闻。没错，我们4个人一贯的主张是没有敌人，是真相与和解。主张批评之前，首先尝试做同情式的理解，但是这不意味着抹杀是非善恶，不意味着对于明显的非正义、不人道和愚昧无知听之任之，毫无抗议和纠正。和解不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权势者恩赐的，它是众多的仁人志士不折不挠的行为抗争和思想启蒙的结果。后来我听说北大的一位专门做心理咨询的一位心理学家说，现在北大的学生80%都得了一种病，叫空心病。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活着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听说原来是决定11以后就把我们释放，结果呢，发生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崩溃，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于是又多关了我们半年。我不能不再讲一遍，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痛苦，不仅仅是要和那些3流以下智力的人争辩，比这个更悲惨。他们还得对这些3流以下智力的人俯首称臣，顶礼膜拜。这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耻辱，这是不折不扣的国耻。这就好像是弄了一位20世纪的晋惠帝放到了知识分子头上。这位著名的白痴皇帝听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他问左右说：“他们何不食肉糜？”这是我当年的一番感慨。不是指现在，